蹄子，不想办法给我止痛，还要我忍。我儿子怎么娶了你这么恶毒的女人？你怎么回事？前面有一个奔驰不让路。什么？病人突发性脑出血，随时有致命风险，立刻鸣笛，让他让路。你呀，还是像以前一样粗心，安全带都忘记系。这不是习惯了你帮我系吗？不过阿迟，我这一路都没系，会被扣分吧？给你添麻烦了。小事儿，2分而已。前面的奔驰车，我们车上有急救病人，快点让开！救护车哎，阿迟，我们要不要让？不过现在红灯，让了的话，你又要被扣分了。让什么让？不让，60秒而已，我就不信等这60秒会死人。还是不让。这是我老公的车。既然是你老公的车，那赶紧打电话喊他让路，病人的情况1秒都不能耽误。老公，快让开！救护车上急救的是你妈！老公，快让开！救护车上急救的是你妈！舒琴，原来后面救护车上的是你呀！林薇，你回国了？是啊，舒琴，国内我没别的朋友，只能叫阿迟去机场接我，你别误会。你们的事我不想知道，人命关天，快让路！现在是红灯，让路的话，阿迟会被扣分的。你法盲吗？给急救车让路不会扣分，赶紧让开！许淑晴，你发什么疯？微微都是为了我好，你还敢吼她？为了你好，你知不知道救护车上躺着的是你妈？舒晴，我知道我和阿迟私下见面你不高兴，但是你也不能诅咒阿姨啊。许淑晴，我不过是和微微见了一面，你何至于因为嫉妒诅咒我妈？你怎么这么恶毒？顾迟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妈她……行了，少胡搅蛮缠，和微微还有要事，别来打扰我们。阿迟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叫你去机场接我，你和舒晴也不会吵架。跟你没关系，是他心思不正，以为人人都像他一样。你出国好几年，国内的朋友早都断了联系，你能联系我，说明我们还是朋友，我很开心。病人情况加重，再不去医院就错过黄金抢救时间了。红灯已经变绿了，这奔驰怎么还不动？老公怎么回事？是想害死他妈吗？算了，直接撞开吧。算了，直接撞开吧。不能撞，我儿子还在车上，撞伤了怎么办？妈，你现在情况危急，顾迟不相信我的话，不撞的话真的没办法了。打电话给他打视频，我亲自给他说。许淑晴，你烦不烦？我不就是接一下微微吗？你有必要上纲上线吗？没事别来烦我。阿迟，不得已和你分开后，我有想回来找你，可我看你和舒晴结婚，以为你们俩恩爱有加，没想到舒晴她这么做，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你了。微微，他要是有你1半懂事就好了。阿迟，你说那车上不会真的是……不可能，我妈上周才体检过，健康的很。许淑晴就是嫉妒心作祟，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故意联系救护车。那岂不是故意占用公共资源？这也太可恶了。那我们还要让路吗？已经绿灯了。哼，不让。他诅咒我妈还凶你，就当给他一个教训。妈，顾迟把我拉黑了。你怎么这么没用？当初我就不该同意你嫁进我们家。要是微微还在的话，妈，是你儿子挂我电话。好了，都少说2句。病人得了脑出血还不休庭，你们快想办法让那辆车让路，否则错过了黄金治疗时间就真的没救了。不管了，直接撞开吧，一切后果都由我承担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住手！住手！你这个烂了心肝的贱人，是想撞死我儿子吗？不好，病人情绪太过激动，引起胃肠道应激了，快去医院！微微，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舒晴这是故意让救护车撞上来的吗？她完全没考虑你的安危啊！都怪我惹舒晴不高兴，万一她在做危害社会的事怎么办？不如我们追上去劝劝她吧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贱人！要是我儿子有个3长2短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
我才不会信你那么好心，你就是想害我，想害我儿子。妈，我从没想过害你们，否则我怎么会把自己的公司交给顾池打理呢？就你那本科学历，能有什么管理能力？我儿子可是硕士，要不是我儿子，公司能做这么大吗？算了，妈，你现在病着不能太激动，这些事等你好了再说。不好了，你丈夫开车追上来了。还有多久到医院？15分钟。师傅，麻烦您开快点，先救我婆婆要紧。坐稳了。靠！你老公是脑残吗？竟然追上来别车，他是想被请进去视察吗？许淑晴，你要无理取闹到什么时候？我闹？顾池，你百般阻挠救护车，是想害死你妈吗？闭嘴！事到如今还敢诅咒我妈？舒晴，我和阿池真的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也别怪阿池别车，你嫉妒心上头撞了我们没关系，但要是撞了别人，你傻逼吗？要不是你们不让路，我会让救护车撞你们。我闭嘴！许淑晴，微微处处为你考虑，你居然骂她，给她道歉。我现在没空管你们，请你们让开，否则我报警了。舒晴，你别误会，我和阿池真的没有什么的。阿池平时工作那么忙，你也要懂事点，别让他烦心。懂事？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关你一个外人什么事儿？还是说你不想当外人，想加入我们家当个上不得台面的小三？胡说八道什么？微微是我初恋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，现在也只是朋友关系。朋友回国，我去接机有什么问题呢？你能不能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和你一样龌龊？是啊，舒晴，我和阿池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。你看看微微多温柔懂事儿，再看看你，衣衫不整的泼妇模样，和微微比，你真是令人恶心。我令人恶心？你知不知道，我这么狼狈是为了救你妈的命？反倒是你们妨碍救急车辆，是想杀人吗？舒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们别车是为了你好啊！阿池，你看看舒晴，已经嫉妒的发疯，口不择言了。够了，你们口口声声说我胡搅蛮缠，恶意呼叫救护车。顾池，那你敢不敢上去看一眼，救护车里躺着的到底是谁？我倒要看看你到底在抽什么风！哼！哎呀，阿池，我心口好痛。微微，你怎么了？阿池，可能是刚才连续2次撞车，我有点受伤了。微微，你别怕，我现在就让许淑晴把救护车让给你。许淑晴，你快让医生下来救微微。不行，顾池，你看不出来林薇在装病吗？救护车是急救的，不是用来开玩笑的。许淑晴，你嫉妒心怎么那么重？微微受伤了，人命关天还不让医生救人，你怎么那么恶毒？顾池，你确定要医生下来先救林薇？当然，赶紧让医生救微微。你可真是心疼你的白月光啊！阿池，舒晴生我气，怎么会让医生救我？许淑晴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让医生救微微，否则……不可能！好得很。我妈果然没有说错，你就是个满腹心机的贱人。阿池，我好疼，是不是要死了？微微，坚持住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许淑晴不救你，我救！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。晴晴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，嫁给我吧，我会让你幸福的。不好了，病人昏过去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医生，我婆婆怎么样了？病人脑出血情况恶化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进去看她最后一眼吧。怎么会这样？要是早点送来，何至于此啊？贱人，是你害了我！我儿子呢？打电话叫我儿子来，我要让我儿子认清你的真面目！妈，他已经把我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。去找！我现在就去找。妈，你等着。许淑晴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是让你回去吗？你竟然还跟到医院来了！淑晴，你是来和我道歉的吗？顾池，我现在不想跟你吵架，快跟我走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许淑晴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害微微受伤还不够，现在还追来医院刺激她。我没有，顾池，我再说一遍，我现在对你们之间的牵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人命关天，你赶紧跟我走。什么人命关天？你不会告诉我你要死了吧？舒晴，我知道你不满阿池照顾我，但胡闹也要有个限度。阿池是新游科技的总裁，你的所作所为会损害阿池和公司的脸面的。作为妻子，不能帮忙管理公司就算了，怎么还扯后腿呢？你听听，你什么时候能像微微一样做好贤理柱啊？妈，不行了，等着见你最后一眼。你确定要现在和我讨论贤内助的事吗？
就算平常我妈对你态度不太好，但终究是你长辈。之前诅咒我妈得病，现在还诅咒她死，你还是人吗？顾迟，你觉得我是会用婆婆的命开玩笑的人吗？这么多年，虽说许淑晴对我占有欲很强，不允许我在外面拈花惹草，但确实不像是这么不知轻重的人。难道她说的都是真的？我听说阿姨对你的态度一直都不好，不赞成你嫁给阿迟，说不准你早就想诅咒阿姨了。闭嘴！顾迟，推开这扇门进去看一眼，你就知道我有没有撒谎。这急救室不知道死过多少人，晦气得很。阿迟，你可别听他的，你是做生意的，万一沾染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许淑晴，你安的就是什么心？是想害阿迟破产吗？许淑晴，你果然恶毒，因为嫉妒微微，怕我为了微微和你分开，还想要让公司破产。淑晴，我没想过要破坏你和阿迟的感情，你要是还生我的气，我给你道歉。微微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用和这个疯婆子道歉。疯婆子，顾迟，一门之隔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进去看看呢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品行低劣，事到如今还想让我相信你？哎呦，阿迟，我又难受了，我想回病房躺着。微微别怕，我现在就带你去病房。顾迟，你确定要跟着林伟走吗？阿迟，我好痛。滚开！顾迟，你会后悔的。贱人，我儿子呢？你不让我儿子见我最后一面，是想让世人戳他脊梁骨吗？你怎么这么恶毒？妈，门口那么大动静，你应该也听到了。不是我不想叫顾迟来见你，只是现在他满心眼里都是林薇，是他不愿意来见你。不可能，我儿子肯定是被你骗了。随你怎么想吧，妈。咱们婆媳一场这么多年，虽然你对我态度一直不好，但最后的时光，咱们都体面一点吧。贱人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婚房写的我儿子的名字，我住的那套房子也是留给我儿子的。老顾家的财产你别想得到。妈，我没打算要你们家的财产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！许淑晴、林薇，你们都是贱人，你们都想害我儿子，你们不得好死！我儿子最孝顺了，儿子。你满心眼里都是儿子，别人都是毒妇贱人，可最终你儿子连推开这扇门看一眼的机会都没给你，真是可怜。不过人死如灯灭，我和你之间的恩怨，随他去吧。阿迟，淑晴不为你考虑，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别不高兴了。一起去吃饭吧。这个点儿了，许淑晴还在医院闹腾，肯定还没给我妈做饭。我去让她回去给我妈做饭。微微，你等我一下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不是要陪你的小情人回病房吗？你到底在闹什么？我都说了，我和微微只是朋友。到现在，你还以为是我在胡闹？那不然呢？你和微微真的是差远了。算了，这些事儿以后再论。既然来了，就来送妈最后一程吧。许淑晴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诅咒我妈？我说的是真是假？你掀开白布不就知道是谁了？这人刚死吧，身上还不知道带着什么毒菌呢。顾迟，死者为大，就算躺在这里的是别人，你说这话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死人而已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我害死的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因你而死？胡说什么？别以为你今天闹这一通就能引起我的注意，你也别想和微微比，你这辈子都比不上微微。我确实比不上他，毕竟我有素质，我也懂法。行了，少废话，已经12点了，你该回家给我妈做饭了。是啊，该回去了。快回去吧，别让我妈饿着了。顾迟，今天日子特殊，希望你回来吃晚饭，我会做好饭等你。行吧，我陪微微检查完身体会回去的。顾迟，希望你能遵守约定，这是我给你和你妈最后的机会。
妈，我知道你心疼顾迟，最后没能见到他，你很遗憾，所以我特地做了一桌子你们都爱吃的菜，让你们最后再吃一顿团圆饭。哎呀，舒晴，阿迟喝多了，今晚怕是回不去了。舒晴，你别生气，我和阿迟太久没见了，阿迟一时开心喝多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林薇，我不管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，让顾迟赶紧回来，否则他会后悔的。后悔什么呀，许淑晴，你烦不烦？我不过是在外面和微微吃个饭，夜不归宿的男人多了去了，你能不能占有欲不要这么强？舒晴，阿迟说的对，男人嘛，总会有应酬的时候，你要适当给他空间。顾迟，以后我都不会再管你了，但是今晚你答应过我回来吃晚饭。那又怎么样？一顿饭而已，少吃一顿又不会死人。顾迟，你知不知道妈已经挂了，我们继续喝。不好意思啊，舒晴，阿迟喝多了，我替他和你道歉，你一个人吃吧，阿迟今晚不回去了。妈，这次你听到了吧？我给过他机会了，可惜啊。阿迟，你宿醉回来，舒晴怎么也不来迎接？而且家里好乱哦，她不是全职太太吗？怎么这么懒？我辛苦在外赚钱，她连家都收拾不好。舒晴是不是生气你昨晚没回来吃饭啊？又或者有别的什么事儿呢？她一个家庭主妇，除了做家务照顾我妈，还有什么事儿要做？不行，我得打电话给我妈好好教训她。妈，你快回来，许淑晴在家要造反了。别找了，许淑晴，怎么是你？你妈回不来了。我妈呢？你把她带哪儿去了？城南路18号。妈在这里等你。舒晴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阿迟宿醉，酒驾开车会被抓的。你们可以打车，我只等你们1个小时。阿迟，真的要去找舒晴吗？可你刚回来，舒晴都不心疼你醉酒。不去，我这会儿头疼着呢，等我睡醒了再说吧。妈，我再给顾迟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再等等他吧。怎么回事？这都几点了？顾迟到底来不来？不来别耽误下葬吉时。亲妈葬礼，儿子不来，儿媳操持，养儿防老，真是笑话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顾迟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要。不等了，下葬吧。不等了，下葬吧。这么久了，许淑晴还没回来，真打算让我亲自去找她？舒晴真不体贴。阿迟，你这么好，如果是我的话，一定不惹你生气。那我们还去找她吗？不急，才3点，我再睡会儿。你不是也要补妆吗？讨厌，还不是刚才睡觉你不老实。不过让舒晴等这么久，她会不会生气啊？放心吧，她才舍不得和我生气。我看见她那张脸就倒胃口，所以每次约会都迟到。她非但不生气，还说只要我赴约了，她就开心。那就好，那我要化个艳压妆。那我可得穿得帅一点，否则岂不是配不上你这个大美女？师傅，去城南路18号。穿成这样去那儿不合适吧？关你什么事儿？现在崇尚穿衣自由，懂吗？行，当我没说。不过那地方晦气，要去的话得加钱。什么晦气不晦气？你该不会是想讹人吧？这是规矩，去殡仪馆必须加钱，不加钱就下车。什么？殡仪馆？妈不行了，等着见你最后一眼。难道是真的？师傅，我给你多加100，麻烦快点儿。不是我妈，太好了，吓死我了！原来舒晴真的在撒谎啊！她说的那么坚定，我还以为阿姨真的……哼，她就看不得我妈一点好，恶毒的很。你谁呀？谁准你乱动我妈遗像的？我不是放回去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走错地方了。冲撞我妈灵堂，一句走错了就想解决吗？算了，让婶子安心走吧。实在不好意思。许淑晴，站住！你约的什么鬼地方？会死了还穿成这样，给谁守孝呢？我自然穿的该穿的，倒是你们打扮成这样来这里，
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舒晴，我们也不知道你约的地方是殡仪馆。不知道，几个小时时间足够你们查吧。行了，我没空听你废话。我妈呢？你来晚了，她已经不在这里了。你他妈耍我呢！舒晴，我知道你气我和阿池在一起，但阿池真的很紧张阿姨，你赶紧把阿姨的下落告诉他吧。你这么心疼他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你男人呢。顾池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妈不在这里，我给了你3次机会，这3次但凡你有1次遵守约定，都不会见不到她。你什么意思？顾池，你永远也见不到她。顾池，你永远也见不到她了。什么？舒晴，你真会开玩笑。是啊，我妈上周才体检过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许淑清，你别想骗我！到现在，你还觉得我在骗你？难道不是？这些手段你用的还少吗？我和你说过很多次，微微是我朋友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。你疑心病能不能不要这么重？什么都没有，下次记得擦干净。口红印而已，能说明什么？而且就算我们之间有什么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不过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。更何况微微处处比你好，正常男人都会喜欢她。在你妈忌日当天瞎搞还理直气壮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，看上你这么个人渣。我给你脸了是吧？3番5次的诅咒我妈。舒晴，再怎么生气也不能诅咒阿姨，阿姨可是你长辈。你看看微微能不能改改你身上的臭毛病。行了，废话少说，等这件事了结，我们离婚。求之不得。舒晴，阿池，你们别冲动，离婚是大事，少在我面前装模作样。顾池，希望等你知道真相的那天，不会后悔。站住！你还没说我妈在哪儿？你真想知道？还记得你们阻拦的救护车吗？当时你妈就躺在里面抢救，而你不愿意让路，甚至开车拦截救护车，导致她送医太晚，最终过世。是你害死了你妈，是你害死了你妈。什么？那天的救护车不是你无理取闹恶意叫的吗？蠢货，这种公共资源是我能随意调动的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……阿池，你可别被骗了。就算他叫救护车是真，但也不一定是给阿姨叫的，说不定是他自己的哪个亲戚呢。确实，我妈身体健康，不可能叫救护车。我知道了，许淑晴，我记得你妈身体一直不好，常年药不离头，你那个救护车是给她叫的吧？原来是这样。那淑晴，你今天出现在殡仪馆，不会是你妈妈她……不会说话就闭嘴！许淑晴，你干什么？微微有说错吗？我知道你妈妈去世，你难受，但也不能牵扯无辜的人。淑晴，你心里难受，打我骂我都没关系。不过你别再诅咒阿池妈妈了好吗？她是长辈啊。你也太懂事了。许淑晴，你心思恶毒，别把所有人都和你一样。渣男贱女果然绝配，你们颠倒是非的能力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许淑晴，我知道岳母出事你太伤心了，才会说出那些混账话。这样吧，等找到了我妈，你给她跪下磕2个头，我会劝我妈原谅你的。行啊，那就等你找到她再说。到那时不用你提醒，我也会给她磕2个头的。你现在怎么这么听话了？儿媳给婆婆磕头送终，天经地义。你说什么？落叶归根，明天上午8点，老家后山坟地。这一次，可千万别迟到了啊！这次倒是穿得人模狗样的，还知道带花。不过你妈最喜欢的是黄菊花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烦不烦？这花是给你妈带的。我知道她出事你心里烦闷，但这不是你诅咒我妈的理由。行了，赶紧告诉我妈在哪儿，这里阴气重，微微病还没好，不能久待。都到这里了，不进去看看？就算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你家祖坟也在这里吧？不去给你爸上炷香？阿池，我没关系的，家人重要，我不想你为了我担上不孝的骂名。微微，你真是太好了。顾池，希望你等会儿还能笑出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里多出一座坟？这明显是新坟，连工具都还没来得及收走。舒晴，你该不会是为了让阿池相信阿姨去世，故意堆个假坟吧？什么？许淑晴，你太过分了！你这么做不怕遭报应吗？是啊，舒晴，你之前和我们开玩笑说阿姨过世了也就算了，怎么现在连假坟都造出来？你们没长脑子吗？顾池，能修在你爸坟旁的到底会是谁？不可能，我不信。阿池，我听说你家祖坟风水极佳，在这里立一座空坟会破坏风水，影响财路的吧？哼，
骗我也就算了，还敢坏我财路，许淑晴，我绝不允许！顾池，不能挖！顾池，不能挖！还想骗我？这分明是一座空坟！微微，拉住他！顾池，逝者安尸真的不能挖，挖了会遭天谴的。哼，一个空坟哪来的天谴？舒晴，你就不要惹阿池不开心了。改变祖坟风水不是小事。好啊，许淑晴，你戏准备的挺足啊，竟然连棺材都有，我倒要看看这棺材里藏的什么玄机。顾池，这是你自己选的，可别怪我。竟然真的不是空坟！顾池，不能挖，这里面埋的是你亲妈。会真的是？天嘛，淑晴，怪不得你一直阻拦阿彻挖坟，原来是将你自己妈妈葬进去了。你说什么？差点被你骗了，许淑晴，你百般阻拦不让我挖，是因为你将自己的妈埋在这里了吧？淑晴，你家也有祖坟，怎么会把你妈妈葬进顾家祖坟呢？不会是想借运吧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许淑晴，你把你妈的骨灰葬进我家祖坟，真不怕你妈不得安息啊？你说的对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住手！住手！舅舅、舅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顾池，你这是在干嘛？刨坟养骨灰，你是想让老顾家的祖宗都不能安息啊？葬礼不参加就算了，顾池，人死灯灭，你连他的坟都放过，你和他究竟是有多大的仇怨啊？舅舅、舅妈，你们不知道，我和他倒是没有仇怨，单纯的就是不想让他脏了我们老顾家的祖坟罢了。你说什么？家门不幸，竟然出了你这么个孽障！我妹子多好的一个人，死后竟然要受这么大的屈辱！舅妈，我知道你和他情同姐妹，但这是我们老顾家的事儿，你就别插手了。不辨是非，顶撞长辈，翠花就是这么教你的。舅舅，这跟我妈有什么关系？许淑晴这个毒妇，把他妈的骨灰葬到我们家祖坟里了，我难道不该给他点教训吗？你说这里面葬的谁？许淑晴的妈妈呀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舅舅、舅妈，我和顾池之间有误会，他不相信我的话，叔叔阿姨是这样的，淑晴妈妈去世，我们体谅她心情不好，可她非但不领情，竟然还将她妈妈的骨灰葬到顾家的祖坟里。你说什么，顾池？你也认为这里面埋的是你岳母？舅妈，我知道你和淑晴的妈妈关系好，可这件事儿我绝不让步。顾池，我的话你不相信，连舅舅舅妈的话你也不信吗？许淑晴，别以为我舅妈和你妈关系好，我就不敢动手。我告诉你，做错了事儿就要付出代价。逆子，逆子啊！翠花，我可怜的妹子，这就是你疼了一辈子的好儿子。舅舅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顾池，这可是你亲妈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刨了亲妈的坟，扬了亲妈的骨灰，老顾家算是毁在你手上了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顾池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自欺欺人吗？还是说你只相信林薇这个贱人？我们之间的恩怨关薇薇什么事？你整天跪舔林薇，却不知道你妈因她而死不瞑目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阻拦救护车，导致你妈错过治疗时间。她强撑一口气要见你，可你却因林薇的三言两语拒绝推开急救室的门。我约你回家吃饭，满足她的遗愿，可你和林薇喝酒鬼混。我让你参加你妈的葬礼，可你却再次迟到。怎么会？如今更是听信林薇的话，亲手挖开她的坟，扬了她的骨灰。你可真是个大孝子！你说什么？你那么相信林薇这个贱人，她让你去死，你去不去啊？你少胡说八道！我怎么可能伤害阿池？阿池，你要相信我！薇薇，我自然是信你的。抱歉，我来迟了。闺女，你打电话让我参加亲家母的葬礼，我来晚了。女婿，节哀顺变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里面埋的是……许小姐，您订的墓碑，请问立在哪儿？错了，错了！怎么会这样？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对，我妈一直身体健康，怎么可能会死？一定是你们搞错了！人死为大，做我们这一行的，哪个不是慎之又慎？你们少信口开河！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在自欺欺人。我不信，这些都是你为了引起我注意故意弄的，都是假的，是不是？你自己好好看看，我有没有骗你？
现在信了吗，顾迟？我说过，你会后悔的。妈，女婿，节哀顺变啊！滚开！死的为什么不是你啊？顾迟，你妈的命是命，别人的命难道不是命吗？你阻拦救护车罔拒人命的时候，就该知道是会遭报应的。你就在这里，好好的给你妈忏悔吧。你就在这里，好好的给你亲妈忏悔吧。我可怜的妹子哟，嫁进老顾家，一天福没享过，走后还要遭罪造孽呀！老王、西鹏，人走不能再生，你们也不要太难过了。妹子，你安心去吧，顾迟这个混账，我会替你教训他。舅舅，你要干嘛？顾迟，看你妈的坟，好好忏悔。叔叔，这些事儿也不能全怪阿迟。闭嘴吧，小贱人！如果不是你的教骚，顾迟不顾一切赢他亲妈的坟吗？今天你也别想跑，跪下来给我妹子赎罪！阿迟救我！妈，这件事情和薇薇没有关系，她身体不好，你快放开她！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到这个时候你还想着给他求情？小贱人，让你蛊惑顾迟！放开我！阿迟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这里面埋的是你妈啊！我知道你心思善良，这一切都和你无关。顾迟，你妈生前宠你爱你，你确定要护着这个贱人吗？阿迟，我好害怕。别怕，薇薇，我在。顾迟，你掘你妈的坟，不仅不忏悔，还护着这个贱人，你这是要你妈死不瞑目啊！我妈最疼我了，她肯定不会怪我的。况且我妈已经死了，就算我磕再多的头也没法活过来。但薇薇是无辜的，这件事和她没有关系，不是她的错。你算了，别在你妹妹坟前闹。你妹妹生前有多宠顾迟，你不是不知道，让她安心去吧。哼，没良心的东西！淑晴，顾迟不懂事，你不能不明事理。给你婆婆磕2个头，送送她。我去看看老王2口子。妈，我来送你了。虽然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，但婆媳一场也算缘分。你一路走好。淑晴，你既然有阿姨的死亡证明，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呢？不会是因为阿迟和我在一起你生气，所以故意害阿迟被戳脊梁骨的吧？就顾迟这个蠢货，我拿出来他就会信吗？淑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阿迟？阿迟不信你，还不是因为你平常用在他身上的心机手段太多。薇薇说的对，徐淑晴，我看今天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，我妈也是被你害死的。淑晴，阿迟和我之间真的没什么，你为什么就不信呢？阿姨生前待你不薄，可你竟然因为极度吃醋害死阿姨。许淑晴，我不过是薇薇吃了顿饭，你就害死我妈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顾迟，死亡证明上写的还不够清楚吗？要我再说遍，你是怎么蛮横的拦在你妈的救护车前面，导致你妈送医不及时去世的吗？当时是红灯，阿迟也是按交规行驶罢了，我们也不知道救护车上的就是阿姨啊。没错，许淑晴，你当时但凡打视频让我看一眼我妈，我会不让车吗？说来说去，我妈去世都是你害的。那请问，我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当然是为了引起我的关注。当年你费尽心机把我留在你身边，不就是想得到我的爱吗？可惜你做的这一切只会让我感到恶心。阿迟，你没事吧？淑晴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推卸责任。你有那么多次机会补救，可你偏偏一个都没抓住。妈的，许淑晴，你敢打老子！顾迟，离婚吧。顾迟，离婚吧。你这种害死亲妈却只知道推卸责任的人渣，不配和我站在一起。淑晴，这件事怎么能怪阿迟？他也是因为你之前做了太多让他误会的事情，才不相信你。就是，这一切明明都是你的错。顾迟，你可真是个没担当的蠢货。淑晴，阿迟是你丈夫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他？行了，少在我面前装模作样。你不就是想和顾迟在一起吗？我成全你们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过了，你签了字，我们之间就再无瓜葛。淑晴，你真的要和阿迟离婚吗？阿姨刚过世，这不太好吧？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淑晴，我也是为你着想。阿姨刚走，你就和阿迟离婚，还在阿姨的坟前说阿姨泉下有知，一定会难受的，而且亲戚们也都会戳你脊梁骨的。顾迟连挖坟这么背道的事情都能做出来，我不过是提离婚而已。到底谁的脊梁骨太？闭嘴，许淑晴，这些都是因为你造成的。阿迟，淑晴这个时候提离婚，不会是想和你争阿姨留下来的遗产吧？不可能，许淑晴，离婚可以，但我告诉你，房子、车子，我妈留的遗产，你想都别想，都是我的。你让我净身出户，许淑晴，你怎么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
你婚内出轨，还想和平分手？房子、车子也就算了，公司你凭什么拿走？你别忘了，我才是新游科技的总裁。那又怎么样？公司当年我是怎么交到你手上，我就能让它怎么回来。我的东西谁也别想抢。不过你这么恶心的东西，还是早点丢掉好。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想让我净身出户，不可能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离婚协议书的电子版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了，你撕再多都没用。谢谢你，替我认清顾迟这个垃圾。阿迟，抒情害死了阿姨，不知悔改就算了，现在怎么还过河拆桥啊？这么多年，新域科技如果不是你打理，早就破产了。薇薇，你太单纯了，他可不像你这么善良，他害死我妈，还有什么事是他干不出来的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是他真的把公司收回去，放心吧，他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真舍得和我离婚？他肯定是嫉妒我和你走得近，想逼我回头呢。原来如此，阿迟，抒情不高兴，怎么对我都没关系，我就是心疼你。薇薇，有你陪着我真好。许抒情，公司这么多年都是我在经营，你现在想收回，做梦！这不是老板娘吗？她怎么来公司了？什么老板娘？这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。虽然她很久没有管公司业务了，但是我记得她手里还有股份的。阿迟，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吧。薇薇，你真体贴。薇薇，哟，我来的真不巧，打扰二位调情了。抒情，你别误会，我和阿迟没什么的。生母下葬第二天在办公室和人调情，顾迟，你真的是渣男属性点满了。你也配提我妈？我妈是被你害死的，真是没救了。抒情，你今天来是和阿迟道歉的吗？哼，许抒情，我还以为你有多硬气呢，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，是不是来求我不要离婚？你想多了，我不过是来清理点东西。这些，还有这些，能带的都带走，带不走的都给我砸了。住手！这个花瓶3万，你确定要砸？我买的东西，我乐意砸就砸。抒情，你是不是太败家了一点？就算生气也不能随便打砸办公室啊！放心，我处理的都是我买的东西，他的东西我嫌脏，不会碰的。许抒情，你别太过分！徐总，已经按您的要求全部处理了。辛苦了。这些东西你们看上的就拿走，不想要的就丢了。许抒情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生气了。这下就算你跪下来求我别离婚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抒情，你快和阿彻服个软吧。阿彻经营公司不容易，你别给他添麻烦行吗？你这么懂事，那这个人渣就赏给你了。差点忘了，这也是我买的。垃圾桶就留给你了，毕竟你这样的人渣得配个垃圾桶来回收。对了，离婚协议记得签。阿迟，看抒情的样子，好像真的想离婚哎。哼，他就是欲擒故纵，我才不信他真的舍得和我离婚。而且他害死我妈，还害得我被舅舅骂得抬不起头，我不会轻易放过他的。严律师，这里是相关材料，我离婚的事情就全交给你了。徐总放心。哎呦，抒情啊，你怎么还有闲情逸致在这里喝咖啡啊？妈，你怎么找来了？抒情啊，听说你要和顾总离婚？妈，这件事你就不要劝了，顾迟的所作所为你也看到了，这婚我是肯定要离的。我不是来劝你的，顾迟连挖坟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，我是担心你跟他离婚，他做什么坏事啊？放心吧，妈，他很快就要自顾不暇了。薇薇，还是你有品位。许抒情那个黄脸婆，每次只知道吃中餐，20多年了也不腻得慌。阿迟，你不要这么说，抒情一直在家相夫教子，没见过大世面，正常。哼，她也就会做个保姆了。顾总，您一共消费了2万8，请问刷卡还是？刷卡。余额不足。怎么会？不好意思，这张卡无法使用。阿迟，是不是你太忙了，忘记这张卡已经不用了？唉，看我最近忙着华夏财团的投资，都糊涂了。华夏财团那可是顶级财团，能拉到他们的投资，这个人不简单啊！是啊，待会儿一定要去结识一下。余额不足。您这张卡还是余额不足？怎么可能？会不会是你们 POS 机坏了？顾总，我们 POS 机采用当前最先进的技术，不会出错的。那你的意思就是我没钱？阿迟，别生气，是不是抒情做了什么手脚？之前许抒情为了填我把副卡都给了我，肯定是他为了逼我留在他身边把卡给停了。抒情这是完全没把你放在眼里啊，我们要不要给他个教训？许抒情，你不是想离婚吗？明天上午9点，民政局见。许小姐，请问你是抱着什么心态，在婆婆葬礼第3天就和丈夫离婚的？许小姐，外界传闻你婆婆的死和你有关，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抒情，你给我们留一条活路吧。
你们搞什么啊？舒晴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是阿姨出事，阿赤伤心欲绝，你不能在这个时候和他离婚啊！我和他离婚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今天这是演的哪一出？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跟我说？劝和不劝分，舒晴，我是看你和阿赤相处不开心才建议你们离婚的。可离婚怎么能让阿赤净身出户呢？舒晴，别的东西我也不要，但妈生前住的房子留给我当个念想吧，求你了。天哪，老人尸骨未寒，他就急不可耐的把人家儿子踹了，现在还要人家净身出户。再怎么生气也不能这么没有人性吧？不怕遭天谴吗？你这是想用舆论来压制我？舒晴，我没有威胁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想拿回我妈的遗产罢了。是啊，舒晴，阿姨生前待你不薄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要是你还生气，我给你跪下！丫头，跪什么呀？我算是听明白了，她就是个欺占家产的泼妇。你放心，大妈站在你们这边，不会让她得逞的。阿姨，您不明白事情真相就不要掺和。你不就是想趁着婆婆去世霸占她的家产吗？我告诉你，天下没有这样做儿媳的。姐妹们，遇到这样的人渣，我们该怎么做？当然是用烂菜叶砸死他。住手！再不住手，我就报警了！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，还好意思报警？你们无缘无故进行人身攻击，我有权报警。哼，报警就报警，我们是弱势群体，警察来了也不会和我们一般计较的。你们，顾迟，这就是你想要的效果吧？舒晴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把这些事情公之于众，但是我真的只是想拿回我妈的遗产罢了。这女的肯定平时在家也作威作福，看给小伙子吓的，怪不得想离婚。阿姨们，你们还是先走吧，这是我和舒晴之间的事情，我不想连累你们。是啊，阿姨们，你们年纪大了，被折腾去警局，万一有个什么意外，我们心里会过意不去的。丫头，你真是和我女儿一样懂事。既然这样，姐妹们，咱们就走吧。顾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许舒晴，你不就是想用离婚引起我的注意吗？你做到了。你就没想过，我是真的想和你离婚吗？你说什么？你那么爱我，怎么会和我离婚？停掉我的副卡，砸了我的办公室，不都是你想让我妥协的手段吗？首先，离婚这件事儿我是认真的。其次，我动自己的东西锁自己的银行卡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舒晴，你们是夫妻，这些都是你们的共同财产，你怎么能单方面处理呢？微微说的对，许舒晴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舒晴，你这次做的真的太过分了。阿迟当众刷卡，结果卡里没钱，你知道他丢了多大的脸面吗？挖坟掘墓的杀人凶手，还有什么脸面可言？许舒晴，舒晴，你就给阿迟认个错吧，我也会劝劝他的。行了，你要是不想让我真的跟你离婚，就赶紧把副卡给我恢复了。哦，对了，微微看中了一款珠宝，等下把图片发给你，你记得给她买下来。还有吗？暂时就这些吧。哦，对了，马上就是我妈头七了，她生前喜欢热闹，你记得给她办热闹点儿。自以为是的蠢货，真把自己当成香饽饽了。我以前是眼瞎，但我现在觉醒了。你这样的渣子在我身边多停留1秒我都嫌脏。我以前是眼瞎，但我现在觉醒了。你这样的渣汁在我身边多停留1秒我都嫌脏。舒晴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许舒晴，你敢打我？我告诉你，你想离婚，想让我净身出户是吧？没门儿！你到底想干嘛？想离婚可以，但所有的资产都是我的，你自己净身出户，我们立马办手续。你做梦！公司当初是我一手创立，当初是你说所有的苦累都由你来承担，我才把公司交给你来打理。现在要求我净身出户，你怎么这么恶心？我恶心？你害死我妈，害我丢脸，凭什么全身而退？你要是不愿意，那我就只能采取非常手段了。今天这个场面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不敢承认自己害死亲妈，你就是个懦夫。随你怎么说吧。总而言之，想离婚，财产留下，你净身出户。不可能，既然你不想用常规手段离婚，那咱们就法庭见吧。阿迟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
放心吧，他舍不得和我离婚的。而且，他一个家庭主妇，没有工作，没有学历，离开我他能干嘛？确实，阿池，你养他这么久，他花着你的工资，住着你的房子，他却还不知道满足，我真为你感到生气。哼，他不知道感恩，我自然也不会放过他。今天的教训，只是个开始罢了。你好，快递。活该，杀人凶手。抒情，不好了！突然有一群人冲进咱家，嘴里喊着杀人凶手，然后把咱家砸了。什么？妈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儿，你怎么样？是不是顾池他？放心吧，妈，这件事我来解决。严律师，我让你帮我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阿池，你说这么做，抒情真的会放弃财产，净身出户吗？许抒情这个人最重感情，软弱得很，为了他妈的安全，他也会妥协的。是吗？这么笃定我会妥协，那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。抒情，你怎么来了？许抒情，你是来认错的吗？我说过，这次我真的生气了，不会轻易原谅你了，除非你净身出户。你以为你这点手段就能吓到我了？你以为你这点手段就能吓到我了？还在嘴硬？你要是没有被吓到，来公司干嘛？可以干的事情有很多，比如召开股东大会，收回你总裁的职务。你说什么？你该不会忘了，我是新游科技的创始人，即使不当总裁了，手里也是有30%的股份的吧？那又如何？整个股东会现在都是我的人，你凭什么认为你30%的股份就能对抗整个股东会？有何不可？公司当初是我一手创办，技术人员也几乎都是我招进来的。游戏公司靠的可都是这些人才。许抒情，别逞强了。我承认当初公司起步是有一部分你的功劳，可你当家庭起步这么久，早就被职场淘汰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可你别忘了，公司的核心技术还掌握在我手里。正因如此，当初你让我在家安心享受，我才会放心把公司交给你打理。核心技术？许抒情，微微回来了，你的技术早就落后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抒情，你可能是在家当主妇太久了，不知道国外的游戏公司早已经开发出更高端的玩法了。你研发出的仿真交互早就被淘汰了。你说什么？抒情，你已经26岁了。人们常说，女人过了25岁就开始降职了，更不用提你本科毕业就结了婚，在家相夫教子，你早就被社会抛弃了。你早就被社会抛弃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过你又怎么知道我的技术和能力会在家庭琐事中被磨平，而不是提升呢？怎么可能？你做着保姆一样的工作，怎么会有机会提升自己？许抒情，别逞强了，放弃吧。公司你是争不过我的。是吗，顾池？你别太高看自己了。顾总，乐清资本的夏总来了，说是想跟您谈一下新开发游戏的合作事宜。知道了。听到没有，许抒情，公司是你创建的不错，可现在的合作方都只认我，和我斗，你注定一败涂地。是吗？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阿池，抒情总觉得自己还可以，不如合作会议带着他一起参加吧，也好让他认识到差距。微微说的对，正好今天你也在，和我一起参加合作会议，我要让你彻底死心。顾总，听说新游科技刚开发了新项目，这次徐总，您回归了。夏总，好久不见啊。徐总，您回归了，岂不是说明这次的新项目由您操刀？我不过是刚回来罢了，这个项目不是我做的，
不过我问过负责人，采用的技术还是我开发的那一套，夏总可以放心。太好了，只要是用您的技术做基础架构，我放心。阿池，这个夏总怎么回事？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和舒晴交流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舒晴是公司总裁呢。徐总，这次开发的新项目一定要再和我们乐清资本合作啊！夏总，这你就为难我了，我现在就是个局外人，合作的事情你得问顾总啊。您都回归了，为什么还要问顾总？夏总，您怎么能这么说？新游科技现在是阿池的，和许淑晴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夏总，微微说的对，现在的新游科技已经和许淑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以后公司也会逐步淘汰他的技术设想。什么？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林薇，是我们星游科技新的游戏策划开发总监。相信星游科技会在他的技术带领下更上一层楼。夏总您好，很高兴认识您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和我认识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和我认识？夏总，谁不知道星游科技开发的小城游戏之所以出彩，都是仰赖徐总的技术。你们现在告诉我换人换技术，你耍我玩呢？夏总，您误会了。可能我的话没有说清楚，微微是海归博士，在游戏策划开发方面有很多超前的想法，能力比许淑晴强多了。是啊，夏总，您没看过林薇的技术，不清楚内情，说不定她真的很厉害呢。徐总，您这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吧？业内谁不知道徐总您的技术无人能比，新游的合作方哪个不是看在您的面子上投资的？夏总，您可别被许淑晴给骗了，新游科技能有今天靠的都是阿池，她不过一个家庭主妇，有什么能力做开发？我虽然比你们年长些，但还没老眼昏花，谁有能力我还是看得出来的。夏总，您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想和我们星游科技合作了？哼，没有徐总，谁会多看星游科技一眼？徐总，您给我一个准话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星游科技真的要换技术？放心吧，夏总，星游科技不会换技术，只会换总裁。新游科技不会换技术，只会换总裁。阿池，夏总错把榆木当珍珠，他迟早会后悔的，别气了好吗？你气坏了身体，我会心疼的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微微，今天让你受委屈了，等星游科技崛起，我一定要让夏总跪在你面前道歉。阿池，我只要你开心。微微，你真好。喂，王总啊，好久不见。您说什么？合作取消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孙总啊，您什么？您也要取消合作？你顾总，不好了！赵总和刘总突然发来了解约协议。什么？顾池，我送给你的礼物，你喜欢吗？是你，许淑晴，你故意的！顾池，商战就要有商战的样子，你送死老鼠的手段太低劣了，好好学习吧。顾总，赵总、刘总那边怎么回复？回复个屁！滚出去！许淑晴！阿池，你冷静点。所有的合作方都取消合作了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阿池，这是件好事啊。你说什么？之前的合作方大部分都是许淑晴找来的，虽然这么多年都是你经营着公司，但是他们认识那么久，多少会给他点面子的。不如我们就此机会换一批合作商。面子这种事儿，难道比赚钱更重要吗？投资我们的项目，那是稳赚不赔。赚钱当然重要，但是钱也可以在把你赶出公司之后再赚。你难道没有想过，这些都是淑晴用来让你妥协的手段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他想逼我净身出户后再和这些合作方合作？徐总，您给我一个准话，星游科技到底怎么回事？放心吧，新游科技是我一手创办，我不会看着它被毁掉的。徐总，根据您的购房信息，我已经将房本上的名字更正为您的，现在湖水湾那套别墅仅您一人独有。辛苦了。对了，我当初赠给顾氏31%的股份，你帮我盯着，万一他要转手，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徐总，这是公司内部出现了蛀虫，我要把他们赶出去。
她一个家庭主妇，凭她也想让我净身出户。阿池，舒晴虽然是家庭主妇，但她也是个女人，女人天生的优势就是美貌。看她和夏总熟识的样子，一点也不像简单的合作关系。你的意思是？虽然我也不想把舒晴想得那么坏，但是现在眼前的事实是，合作方为了她放弃了和新游科技的合作，我不得不多想一点。你说的没错，能让那么多合作方都听她的话，看来她没少付出。许淑晴好得很，给我戴这么大一顶绿帽。这些合作方多少都给蛊惑了，但据我所知，业内还有很多公司想和新游合作的，就比如万有科技。对，不只是万有科技，还有华夏财团。微微，你上次不是说认识华夏财团的人吗？这事儿我也不敢100%保证。陈总说他要来公司考察一下再决定。星游科技的技术在业内有目共睹，投资我们公司稳赚不赔，想必陈总不会拒绝。有了华夏财团的投资，还怕什么撤资？确实，那些小财团怎配和华夏财团相提并论？拿到了华夏财团的注资，许淑晴，看你还有什么手段让我净身出户？到时候我一定要让你跪在我脚边磕头赔罪。陈总，这就是我们星游科技引以为傲的技术部门。对了，陈总，还没和您介绍，这位是林薇，是我们星游科技新的游戏策划开发总监。星游科技将由林薇带领，进行策划和技术方面的全面革新。哦，林小姐在开发技术上也有建树。是的，现在新游科技采用的技术已经落后，我在国外时就关注到了，所以我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技术革新。你说什么？高志鹏，你干什么？这里有你什么事儿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陈总不知道，高世鹏是我们原先的技术主管，可能是微微空降，他不服气吧？我是不服气。我们公司一直领先业内多家企业，就是因为徐总开发的技术。现在你们竟然要换，这是公司的决定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可这些都是徐总的心血，许淑晴都已经不在公司了，他的技术早该跟他一起滚蛋了。你说什么？高世鹏是吧？顾总才是新游科技的总裁，他做什么决定，难道还要和你一个普通员工商量吗？高世鹏，你要是还想在公司好好干，就闭嘴少说话，否则就算你是老员工，我也会开除。好，不需要你们开，老子不干了！一群空腹高薪的废物，不需要你们开，老子不干了！看来顾总的公司内部并不和谐啊。既然这样，那等你把公司内务处理顺了，我们再讨论投资的事情吧。陈总，别呀，他就是一个跳梁小丑，你别理他。是啊，陈总，我先带您到会议室里去坐一坐，再给您详细讲一下我们新游科技的未来发展如何。好，就看在林小姐的面子上，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。高世鹏，是不是许淑晴让你这么做的？这跟徐总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们空腹高薪，我早就不想干了。星游科技是徐总一手创办，我当年也是因为崇拜徐总的手腕能力才入职的。现在你们把他踢出局，我自然要走。好，离开我们公司，我看你还能找到什么更好的工作。放心吧，没了徐总的星游科技，很快就会倒闭的。我等着看你们的下场。这么说来，技术部所有的同事都离职了。是啊，我们本来就有点受不了顾驰那个蠢货，现在他还要为了林薇动公司的命脉，大家真的忍不了。也好，正好我最近想开个新公司，既然你们出来了，就还跟着我干吧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。开什么公司啊，徐总？我看你干脆带他们入职我们叶青算了。就不麻烦夏总了。我开这个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夺回星游。好吧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提。对了，刚才小高说的华夏财团的投资你怎么看？放心吧，华夏财团的人不是瞎子，该怎么选他们心里有数。阿池，听说舒晴创了个新公司，高世鹏带着那些人都去投奔他了，还有原来我们的合作方都和他合作了。这个贱人果然没安好心，竟然从我们公司挖人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华夏财团明晚将在江城大酒店举行投资选品会，我们只要得到了他们的青睐，一切迎刃而解。你准备一下，将我们新游戏的技术全面革新。
微微，全靠你了。微微，新游戏准备好了吧？当然，阿赤，你不相信我吗？我当然是相信你的，只不过今天的选品会太重要，所以我不得不慎重。微微，等这件事处理完毕，我就和许淑晴离婚，到时候你嫁给我好不好？其实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忘不掉你。好。还真是情深意重的狗男女。舒晴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听说你开了个公司，是不是公司出现什么问题了，来找阿赤帮忙的？许淑晴，我早和你说过，你除了做保姆一无是处，可你就是不听。现在就算你后悔了来求我，我都不会帮忙的。谁说我是来找你帮忙的？这是华夏财团的选品会，你不是来找我的，难道是参加选品会的？舒晴，选品会是要有邀请函的，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小破公司就能参加的。许淑晴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没有邀请函硬闯选品会是会被华夏财团拉黑的。是吗？我的确是没有邀请函。舒晴，你要是实在想进去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求情，让阿池带你进去。你要靠着男人，但我许淑晴不需要，我的名片就是最好的邀请函。你要靠着男人，但我许淑晴不需要，我的名片就是最好的邀请函。站住！怎么？还有事？许淑晴，你是不是不知道华夏财团的分量？得罪了华夏财团，不管你有多少人脉和技术，这辈子都别想再崛起了。你现在还没和阿池离婚，你是想拖累阿池吗？许淑晴，你既然打的是这个心思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离婚协议书我早就发给你了，是你一直不愿意签字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想逼着我净身出户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翻脸无情。对我，你什么时候有过情分？既然你不愿意签字，那我们就各凭本事。你不会以为挖走了星游的开发团队，重新创建公司就能逼迫我吧？舒晴，就算你重新创业，但初创公司华夏财团是不会考虑的。那又如何？不试试你怎么知道我不行？赶紧走吧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我们现在还没离婚，我可不想跟着你一起丢脸。这话我原封不动的送给你。你们啊，最好现在就走，否则进去可就没有回头路了。阿池，没想到舒晴真的只是给了个名片就进来了。可是华夏财团不是说这次的选品会没有邀请函不允许进入吗？他该不会是收买了保安吧？他就只会这些下作手段，那些合作方也是眼瞎了，和他一个保姆合作。阿池，你看他现在还和那些合作方说说笑笑的，也不嫌害臊。这次选品会对我们至关重要，万一他在这次的选品会上闹出笑话怎么办？哼，你说的对，不能让他在今天的场合胡闹，得想个办法把他赶走。顾总，没想到你来的这么早。华夏财团的投资，我们可是最重视的，当然要早点来。不错，今天华夏财团总部也会有人过来，等会儿我可以引荐你们认识。总部也有人来，阿池，看来我们真的要把舒晴赶出去啊。怎么了？陈总，是这样的，有一个人没有邀请函，但是似乎收买了保安，混进来了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？不行，这个人必须赶出去。陈总，您跟我来。就是你通过肮脏手段混进我们华夏财团的选品会，我劝你现在离开，否则我要采取强制手段了。我劝你现在离开，否则我要采取强制措施了。你是谁？舒晴，这位是华夏财团分公司的陈总，你不会不认识吧？不认识？不是吧，舒晴，你连陈总都不认识，还贸然跑到选品会来，不会是故意找茬的吧？哦，分公司的陈总，可我怎么记得华夏财团分公司的老大姓姜呢？什么？分公司的老大确实姓姜，我是华夏财团分公司的副总。哦，原来是副总啊！副总也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。舒晴，快点走吧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许淑晴，别怪我没提醒过你，华夏财团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。万一你出了差错，我也保不住你。这个废物，还是先保全你自己吧。你，舒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阿池都是为了你好啊。虽然你一直在闹离婚，可一天没离婚就是一天夫妻。阿池也都是为你考虑，
那谢谢了，我不需要。你陈总，既然他不听劝，就采取强制手段吧，否则留他在这里得罪了总公司的领导就不好了。你说的对，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。许淑晴，你还是乖乖跟着他们走吧，否则吃苦的是你自己。陈总，你随意处置贵客，不怕上头怪罪吗？淑晴，你该不会是脑子糊涂了吧？你只不过是个家庭主妇而已，华夏财团的大人物怎么可能因为你怪罪陈总？你在家丢人就算了，还在这里丢人现眼，把你赶出公司，这是我最明智的选择。陈总，阿池和许淑晴虽然还没离婚，但是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希望华夏财团不要因为他影响对新游科技的看法。当然不会，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把他拖出去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夏总这就护上了。许淑晴，你可真有本事啊！说句实在话，当初高世鹏是不是看在你的美色上才跟你走的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恶心啊？陈总，你都看到了吧？他就是个疯子，赶紧把他轰出去，省得他一会儿冲撞了贵客。陈总是吧？我劝你啊，最好想清楚再动手。哼，处理你这种小贱人，还需要考虑什么？来人，动手！这是在干什么？这是在干嘛？这不是华夏财团分部的总江世清吗？没想到他竟然会出席这次选品会。听说这次总部也会来人，也难怪江总这么重视。我们江总即将升迁去总部任职，今天就是代表总部主持选品会。什么？这么快就升迁了？江总恭喜啊！大家客气了，今天选品会既然我代表总部前来主持，那就一定会做到认真负责，请大家放心。既然江总说了会认真负责，想必江总也不想这场选品会上出什么乱子吧？是啊，江总，我们刚刚正要把捣蛋的家伙给赶出厨铺呢。哼，谁敢在我华夏财团的选品会上闹事儿啊？他活腻歪了吗？江总，不是这样的。徐总不是来捣乱的，是来选品的。那既然是来参加选品会的，为什么会闹起来？自然是有些人怕丢了机会，所以想着先把徐总赶出去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她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哼，我怎么可能会怕她？就是，你别胡说。是你，江总，别来无恙。江总，您认识许淑欣？那是自然，谁都知道徐总设计开发的小程序游戏啊，不仅仅是运行稳定、画质精美，可以做到仿真交互，真是令人惊叹啊！江总，你过奖了。哎，可不是我过奖了，是您啊，太过谦虚喽。哎，之前我极力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入职，你却说要自己创业，后来你结了婚，退居幕后。你不知道啊，有多少人为此而感到可惜哟。这次你重新创业，来到这里是为了引资吧？当然了，华夏财团的投资，谁不想要呢？好，我看好你。诸位都是游戏行业精英，但是我们华夏财团的投资向来以产品说话。现在，请各家代表上台来展示吧。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江总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想必是淑琴并没有把你当成自己人吧，阿池。我们是夫妻，你竟然处处防着我。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反正今天过后，这婚离定了。哼，话别说这么满，没准今天的选品会结束，你会跪着求我别离婚。你什么意思？星游科技在微微的带领下，游戏画质体验再次有了提升。你这次就等着当我们星游的背景板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淑琴，这次你要输了。星游科技这次的游戏风格和之前大不相同啊，
没想到这个小丫头也挺有本事。各位，众所周知，我们星游科技的小程序游戏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仿真交互。这一次，我们不仅开放了人物间的交互，还开放了宠物交互，让大家都能将自己的爱宠带进游戏里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样半吊子的游戏也好意思拿出来展示？连游戏稳定性都不能保证，还想让用户下载？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检查过。微微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再三和我保证绝对没问题的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赶紧调好，诸位稍安勿躁，一点小问题让我们的开发总监维护一下就好。知不知道这次选品会的机会有多难得？别耽误大家时间了。微微，你到底行不行？我下来。这就是海龟博士的技术啊，受教了。许抒情，敢嘲讽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天哪，游戏还能这么设计？这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策划呀？看来这次华夏财团必定会选徐总了。我的展示结束，谢谢大家。果然还得徐总出马，这游戏没得挑。多谢江总台。好了，今天所有的产品都展示完了。我宣布，获得本次华夏财团投资的是擎天科技的许抒情。等一下，许抒情就是一个杀人凶手，不应该获得这笔投资。你说什么？家丑不外扬，我本也不想说这件事儿，但如果我不说，让您一直被蒙在鼓里，我心里也过意不去。抒情，您还是自己看吧。我妈平日待你不薄，求你不要让我净身出户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抒情，阿姨头七还没过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也太冷血了吧！我笑，是因为你们太蠢。既然这样，我送你一程。顾迟，你不会不知道救护车里有监控吧？这种害死亲妈的不配待在这里，赶紧把他打出去！来人呐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，拉进黑名单。从此以后，我华夏财团永远不会给他们投任何投资。凭什么？你不过是华夏财团的分部总裁而已。对了，微微，你不是认识陈副总吗？你快让他求求情啊！我，陈总，不是姓李吗？顾迟，你到现在还在相信他？你可以到处看看，哪里还有陈峰的影子？陈峰是林薇同父异母的亲弟弟，他俩合伙起来骗你钱呢。阿迟，你相信我，我也是被陈峰给骗了。微微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还真是个蠢货。江总，把他们赶出去吧，别坏了大家的兴致。好，来人，动手！顾迟，听说星游科技口碑暴跌，你低价抛售股份，却没有人买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会买回这些股份。你没有别的选择，你乖乖签了。你妈的房子我会留给你，毕竟养出你这样的蠢货，我嫌晦气。抒情，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祝你们渣男贱女锁死一辈子。阿迟，抒情把你害得这么惨，你就打算这么算了？我都已经被净身出户了，还能怎么办？不过是净身出户。阿迟，你那么聪明，那么厉害，一定能东山再起的。怎么东方再起？现在他们都知道我刨了我妈的坟，对我喊打喊杀，谁还会和我合作？他们不过是一群落井下石的小人罢了。阿迟，他们还会跪倒在你面前的。我哪来的钱啊？其实我偷偷带了300万想帮你。阿迟，我是真不想看着你这么颓废。微微，你果然是我的福星。你放心，等我东山再起，一定100倍1000倍的补偿你。阿迟，
你可别怪我，谁叫你没本事，1分钱没让我捞着，我只好亲自动手了。我的钱，林薇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小风，事情办妥了吗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姐，谢谢你的300万，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那300万是我和秦爷借的，秦爷是江城的地下蛇，欠他的钱不还会死人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故意把卡给顾迟，目的就是为了让秦爷知道这钱已经在顾迟手上了，让他去找顾迟的麻烦。你先回来，这些事我们再商量商量。没得商量，我知道你还给顾迟买了一份500万的意外险，我帮你撞了他，拿300万，不多。再见了，我的好姐姐。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您怎么来了？什么？这不是才过去1天吗？你们借了我的钱，就要按我的规矩来。我问你，钱呢？我不知道。什么？不知道？求您放过我！高利贷是我给顾城借的，抵押的身份证也是他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！这么快就撇清关系了？秦爷，我可以告诉你顾迟在哪儿。他前妻是星游科技的总裁，很有钱的。许淑琴？对，就是他。许淑晴是吧？听说顾迟是你前夫，他欠了老子300万，你快点送钱来，否则老子要了他的命！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他欠了你们钱，你们找他去，别再打给我。妈的，你敢耍老子！我没有，许淑琴，你不是爱顾迟吗？你不能不管我们。林薇，你真的很可笑。你想干什么？既然许淑晴不给钱，那就你来还。上！别过来，别跑我！你害老子损失了300万，1刀100万，老子就在你这张脸上划3刀，算是抵债了。顾迟、许淑晴，都是你们害的我。顾迟、许淑晴，都是你们害的我。对了，保险还没兑换，我的钱。小子，站住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你跑什么？好了，别他妈把人给打死了，没人还钱给老子。小子，你借了老子的钱，还敢逃跑？秦爷，我真不知道，林薇她借的是高利贷啊。不知道？我让你不知道！求你饶了我吧！欠了老子的钱，一句求饶就能免掉，太天真了吧，小子！我是个爽快人，既然你还不上钱，我就打断你一条腿，捅你一刀。你要是能侥幸活过来，那我们2清。淑晴，救救我！我已经帮你叫了救护车，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你自己的命了。顾迟，因果循环，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伤者疑似脾脏破裂，要赶紧去医院，师傅开快点！这种不好办啊！前面有个奔驰车一直拦在车前不让路啊！淑晴，这就是我的报应吧？妈，我错了，我来跟你赎罪了。您好，我男朋友意外去世，这是他的意外保险。好的，我需要核实一下材料，您稍等。我市再次发生超阻拦救护车行为，重伤身亡，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光车、救护车等车辆通行的是违法行为，望广大群众知悉。阿迟，你那么喜欢我，一定不会怪我的吧？我只是想要那500万罢了。你就是林薇，有人举报你故意杀人骗保，
还阻拦救护车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搞错了，我没有。请你配合。林薇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下半辈子都在牢里度过吧。